肚子痛就算了，请个假还能让老板给开除了。苍天呀，你还敢让我再倒霉一点吗？谁扔的锤子？这我要被砸到了，那不得青一块紫一块？老君说，我需要下凡寻找有缘人历练，才能成为至高神器。而第一个拿起我的人，就是我有缘人。哈，谁扔的锤子？造化之锤认主成功，已和沈之然达成深度绑定。锤子会飞，还会说话。主人，我可不是普通的锤子，我是太上老君炼制的造化之锤。造化之锤干什么用的？世间万物，只要被本锤轻轻一敲，就能轻松拥有特殊能力。按照你这么一说，那我以后岂不是无所不能了？主人，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本锤能赋予的特殊能力是随机的。那试试。沈之然，天启造化生物，获得造化特性，体质强化，百病不生。我这腰不酸了，腿不疼了，姨妈和感冒好像都好了呀。这锤子真的是个宝贝，敲一下能百病不侵。那我如果再敲一下，那我岂不是能够长生不老，青春永驻？懵逼不伤脑，力度刚刚好。奇怪，怎么感觉没什么变化？一定是我砸的不够狠。主人，我目前只能对任何事物升级一次，再锤的话，需要我先升级到更高的形态。升级？怎么升级啊？用100公斤白银，就可能把我升级成白银造化之锤。100公斤白银？居然要170多万！170多万！你这哪是锤子？你这分明就是个吞金兽嘛！主人，你有我造化之锤在手，只要敲出一些值钱的东西，170多万很快就能赚到了。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主人，我可以被你收进体内的，携带起来很方便的。真的？收。有。这个方便，这个方便。那咱们现在就回家。铁蛋，我回来了。你在家乖不乖啊？主人，我今天得到了个宝贝，正所谓苟富贵，勿相忘。给你也瞧瞧。耶，主人，恁弄啥了？那个发光的锤敲俺了狗头，给俺锤啥了咋整啊？铁蛋，你会说话了。铁蛋，你会说话了。耶，俺咋会说人话了？这感觉怪带劲，这狗脑瓜也精亮了。铁蛋，天启造化生物，灵智初开解锁语言能力，体质全面强化，听觉嗅觉全面提升，与沈之然中场羁绊深化。灵智初开，体质强化，听觉嗅觉提升。没想到给铁蛋敲了一下，你竟然变成神犬了。主人，这到底咋回事啊？俺咋突然会说话了？成精了？这也忒邪乎了呀！上天赐予了你主人我这么一把造化之锤，刚刚呀，就是这锤子给了你这些神通。哦，俺懂了，这锤子大哥还怪厉害了。那俺是不是成神犬了？能上天入地不？现在还不能，但如果把锤子升级，你就能成神犬了。真来，主人，那咱赶紧给锤子哥升级吧。你知道他升级要什么吗？100公斤白银，那是170多万呢。俺的个乖乖啊！那得买多少酱香大骨头？把俺论斤卖，怕也凑不齐啊。你主人我论斤卖也凑不齐，所以啊，咱们现在得想想办法，先用这锤子锤点东西，赚点钱。中，主人说咋干都咋干。敲点什么呢？哎，有了！铁蛋，你看这个怎么样？这竹管都掉齐了，也不知道敲一敲能变成金珠不？看不出来什么变化呢。天啊，里面的钱多的都溢出来了，真的出钱了，铁蛋！乖乖，真厉害，猪能生钱了。天启造化物品储钱罐，获得造化能力，每天早上自动存满现金5万元。铁蛋，一天都5万块，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月入100万了。咦，这猪罐可真有出息，那俺是不是天天有肉骨头吃了？你放心，等你主人我有钱了，天天带铁蛋你吃香的喝辣的。哎，怎么没什么变化？主人，本锤目前能力有限，一天只能敲3次。这也太少了吧！我还想多敲点东西，早点过上逍遥日子呢。锤哥，恁这限制也忒不地道了，俺主人整个兴头上来。主人别急，等我升级成白银造化之锤，每天的敲击次数会增加的，我也能给万物赋予更强的造化之力。行吧，一天3次就3次，明天
我一定用你敲出特别值钱的东西。一夜没睡，就等今天刷新次数呢。哎，就敲这个包包怎么样？希望能变成每天装满钱的金袋子。金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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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袋子。哎，它怎么没什么变化？主任，你这包里好像没有生出来钱呀。啊，铁蛋，这包里的空间好像变大了。普通帆布包获得造化能力，蜕变为闹物乾坤袋，内部拥有无限大的空间。乾坤袋虽然没有直接变出钱，但是这可是比钱更珍贵的宝贝啊，是吧？对，这以后出门就能带更多罐罐了。主任，那咱今儿个还有2回机会，你说敲啥？是啊，还有2次敲什么呢？主任，俺可急，俺不中了，俺想吃饭。我也饿了，走，做饭去，走。铁蛋，铁蛋，你看这个，如果我把这个菜谱敲了，它能不能变成那种失传已久的宫廷菜谱，价值千金？那不就很值钱了？宫廷菜谱听着怪厉害了，应该能值不少钱吧？主任，咱试试吧。锤锤，你要给力呀！嘿，主任，好像没有变化呀。我看下内容。造化物品菜谱大全，获得造化能力如意随心谱，投入1枚硬币便可获得任意豪华大餐。铁蛋，如意随心谱，投入1枚硬币就可以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要吃大餐，我要吃大餐，我要一个海鲜大餐。天哪，还真有！主任，我嘞，俺想吃大餐。给我铁蛋整一份狗狗豪华大餐。哇，这么多好吃了，太美了，俺要开始吃了。主任，好久没吃真饱了。铁蛋儿，现在有了这如意谱，不仅想吃什么吃什么，还能省下钱来升级锤子，真好啊！不过今天就剩最后一次机会了，敲点什么好呢？哎呀，铁蛋儿，你记不记得这个？咱俩在地摊上花5块钱买的复古罗盘。哎，你说这个敲一下，它能不能变成古董啊？这要是能变成古董，咱都能把它卖了赚大钱了。哎，如果变成古董，那可就值钱了。变古董。编织仿古罗盘，获得造化能力，蜕变为灵犀寻宝罗盘，可寻找宝贝，每7天可启用1次。能够寻宝的罗盘，看看能寻到什么宝贝。沈家老宅东南墙角地下2米处埋着古董。啊，沈家祖宅不就是我家吗？古董，看看究竟是什么宝贝。沈家老宅东南墙角地下2米处埋着古董。啊，沈家祖宅不就是我家吗？古董。找到了！啊，藏这么深啊！这下不是罗盘指引，这辈子我都想不到能在这儿有宝贝啊！好漂亮，一对白玉瓶，这肯定是祖宗留给我的古董啊！主人，这对玉瓶品相完美，又保存完好，价值很高。很高？这岂不是能卖很多很多钱？等着，等我把这对玉瓶卖了，我就用钱给我的小锤锤升级。老板，哎，姑娘，你是来买古董的吗？我不看古董，我今天带了一个宝贝给你看一看。哦，拿出来让我看看。噔噔噔噔！哎呀，这玉管，这水头，纯净无瑕。一看呀，就是上等的和田羊脂白玉。这瓶身缠枝连纹，线条流畅，刀工精湛，这就是清朝中期典型的风格，而且还是成对的。这大小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实在是太难得了。姑娘，你这对瓶子是要出手吗？哦，哎呀，这对瓶子我也喜欢的不得了，奈何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只能忍痛割爱。叔，你这儿收吗？当然收了，
既然姑娘这么诚心要出，我就给你个实在价，这玉瓶我出230万。不愧是古董啊，居然能卖230万！升级造化之锤需要170多万，这样一来，不仅升级的钱多了，还能多出50万来。姑娘，我这古运斋啊，可是业内最讲信用的老店，我钱某给的价格也绝对是诚心价，你好好考虑一下。不考虑，老板，我相信你，这瓶子我哪儿都不出，就出你这家店。太好了，好，我现在就给你转账。好，好，过去了。230万，居然就这么轻松的赚到了，这在之前我可是想都不敢想。姑娘，合作愉快。合作愉快。以后再有像这样的好东西啊，或者有什么东西要来鉴定，随时可以来找我。我就找你。走啦，老板。给造化之锤升级需要用到的钱已经够了，接下来就是买够100公斤的白银，准备给造化之锤升级了。铁蛋儿，主人，白花花的银子买着了吗？当然了，我跟你讲，这可累坏我了。我跑了5家银行，我填了那么厚的表格，东拼西凑，总算把白银给凑齐了。锤锤，准备好升级吧。锤子哥，开饭了。主人，银了，锤子哥变成银的了。升级成功了，我的170多万也没了。主人，我现在是白银形态了，每天的敲击次数增加到了5次。之前获得过造化之力的某些物品，也可以2次升级了。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再敲一下自己，让我可以长生不老、青春永驻、重返18岁了？是的，不过主人，2次升级是随机的，不一定所有东西都能进行2次升级。2级造化生物沈之然，造化特性青春永驻，寿元500岁。特别的好，我感觉浑身都有劲儿了，身体也灵活了。铁蛋儿，你快看看我有没有变漂亮？我怎么感觉我皮肤这么嫩呢？主人，恁变得真水灵，比电视上的明星还水灵。铁蛋儿，我真的重返18岁了，还获得了500年的寿命。乖了，500年呀！主人，你悄悄安排，俺也想活好久好久，一直陪着主人。放心吧，铁蛋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我主仆一场，肯定不会少了你的。准备好了吗，小狗狗？呀，得劲儿，主人，俺感觉俺浑身都是劲儿，身上暖和，脑袋瓜清亮了很。造化物品铁蛋获得造化能力灵智大幅提升，理解与表达能力接近人类成年人水平，基础寿命增加100年。你快看，你也能活到100岁了！咦，中！500年寿命跟100年寿命虽然不少，但能不能再多一点呀？我想长生不老呢。主人，这已经是白银造化之锤能力的极限了，想要获得更多的寿命，就只能给我继续升级了。继续升级？你该不会是需要黄金吧？是的，主人，想要升级金锤，需要1000斤高纯度黄金。1000斤高纯度黄金，你知不知道有多少钱？现在1克黄金就要1000块钱，1000斤也就是50万克。5亿块钱！咦，天爷嘞，锤子哥你是强盗吧？吞金兽都吃不下这么多金子吧？主人，你能赚这么多钱吗？不过锤锤现在一天能砸5次，如果说我们运气好，敲到一些值钱的东西，兴许在500年到期前还有可能。那咱敲啥呀，主人？反正这锤子的能力是随机的，那就随便敲敲看嘛。看一看啊，加强的第一个就挑这个水果刀吧。造化物品普通水果刀，获得造化能力，会变为世界上最锋利、最坚韧的刀具，可轻易切割钢铁、岩石等硬物。这个很好用啊，既能切东西，还能用来防身。接下来就再敲一个扎啤杯吧。铁蛋儿，你看见了吗？它居然是满的。铁蛋儿，你看见了吗？你闻闻，你闻闻。看着了，真稀奇啊！它居然变满了。铁蛋儿，好喝，特别好喝。这也太好喝了！求将玉杯可凭意念变出各种顶级名酒，它可以凭借意念自己变出自己想要的任何名酒，那岂不是那些很值钱、很贵的上等酒也能变出来？那可值钱了！值钱好啊，俺都喜欢宝贝。主人，今儿还有一次机会，咱敲个啥？往往出其不意，才会有意外惊喜呢。
看里面会有什么。钱，垃圾桶里面出现钱了，2个大金镯子。发财了，发财了，主任，这桶比那回下线的猪罐还厉害，一小给真多。对呀，一下子给这多东西。来，镯儿给你看看啊，真大个镯子，金镯子。拾遗聚宝桶，自动回收无主的现金、首饰、贵金属等。哇，真想不到，你说一个垃圾桶，我们锤子轻轻一敲，立刻成了一个聚宝桶，能够变出这么多首饰跟钱，这也太厉害了。不过就是这个回收时间很随机，它不固定，那我们也不能一直等着靠运气吃饭吧？跟抽奖一样，真稀罕，真能抽着宝贝都发财了。与其一直等待，我们不如呀，主动出击。主任说的对，那咱咋主动出击？俺力气大，俺能搬砖。你能搬砖？你会个球啊你！不用你搬砖，你看，咱不是有这个扎啤杯吗？主人，我去卖酒怎么样？这里面还是些很贵的酒，我去找几个小瓶子一装，到时候呀，一定能卖很多很多钱。哎，我选的这几瓶可都是顶级的西洋酒，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吧？哦，不对，是肯定能，有钱人的钱最好赚了。这小车有点配不上我气质呀！锤锤，敲它！呸！电动车获得无限电量，永恒续航，抵御各种物理攻击，保护罩内恒温恒湿。太炫了！金色传说！哎呦，恒温座椅，还能无限续航，刀枪不入，这可比劳斯莱斯还厉害呢！哎，走，赚钱去了！我这小车可真带劲，不愧是获得了造化之力的电动车，风驰电掣的，一点都不颠簸，太稳了，得劲儿。这里应该就是最大的会所天阙了，加油加油加油，拿下它！哎呀，感谢。姑娘，你有预约吗？我们这可是高级会所。卖酒也需要预约。哎，给你们老板叫出来，就说我有几瓶顶级的好酒要卖给他。我就是天阙的老板，我这里是收酒，但收的都是世界名贵的酒。你这什么酒啊？这是？我这酒咋了？我这酒就是名酒啊！啊，看不起我这包装？虽然我这包装确实朴素了一点，但我这里面装的那可是世间顶级的佳酿。刘老板，现在的骗子花样可真多呀，随便拿几个破瓶子就能来顶级会所吓唬人的，连个牌子都没有，怕不是在哪个超市买的假货吧？周老板，你应该是个懂酒的吧？这不是有句老话说的好吗？这真金不怕火炼，好酒嘛不怕品鉴。怎么样，尝尝？姑娘，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但是咱丑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你提供的酒是假酒或者是劣质酒，可别怪我周某人不给你面子，请你出去的方式那可不好看。这酒要是不好喝，我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走，尝尝。尝尝。走。我这3瓶酒都是国际名酒，3位可要好好尝尝。装神弄鬼，你能有什么好酒啊？这口感醇厚绵长，这风味层次分明，余韵还带着干果还有香料的香甜。这不可能，这口感，这跟我几年前在瑞士顶级私人拍卖会现场花天价才能尝到一口的麦卡伦1926威士忌，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舌头还挺灵的嘛，这杯就是麦卡伦1926威士忌。夸张，你连衣服都是地摊货，怎么可能买得起好酒？我看只是味道碰巧相似而已。其实纯粹的龙舌兰精华，有火山矿物的凛冽，还有一丝烟熏感。这是被誉为龙舌兰之神的来1925，这酒早已经停产了，你怎么可能会有？这有什么不可能的？你要喝了，这杯啊就是来1925龙舌兰。正所谓呢，人嘛不可貌相，酒呢也不该看包装来评判贵贱。现在还剩最后一杯酒，就让老板你来品鉴一下吧。
酒真好啊，我们以后才能合作嘛。老板，这咋不松手了呢？咋样吧？这可是被誉为液体黄金的阿玛菲至尊柠檬利口酒，这可是世界上最贵的利口酒啊！而且现存于世的不足5瓶，在市面上根本就不流通了。不愧是周老板，特别识货。这里面就是液体黄金，怎么样？现在能谈合作了吗？当然可以呀。沈女士，能和您合作那是我的荣幸。这3瓶酒啊，我给你出1个亿，怎么样？1个亿？这3瓶酒居然值1个亿！我的天，一天就能赚1个小目标，我真是太厉害了！1个亿，我就委屈一点，卖给你吧。我叫财务，立刻给你转钱。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真大方！1个亿，我竟然这么轻松的赚到！沈小姐，那个钱都已经收掉了吧？收到了。沈小姐，那个我还想问你个事儿，你手上还有没有其他名酒的存货，或者是你看能不能告诉我购买的渠道啊？还真有，我手上的就是不限品牌、不限产地、不限数量，你想要的酒，我这里都有。真的不限年份、不限数量，任何名酒。沈小姐，您看咱们能不能建立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这样呢，你每个月给我们会所送来指定的50杯名酒，我呢每个月给你5000万的酬劳，你看怎么样？1个月5000万，1年就是6个亿，这简直就是坐着收钱啊！1年轻轻松松6个小目标，想想就爽快啊！那就这么定了，每个月给你提供50种酒，你指定品类，然后我只要给你保证数量，每个月5000万。沈小姐太好了，那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走了。好嘞。啦，小铁蛋儿，铁蛋儿。主任能回来了，那真开心，肯定把酒买干净了吧？干净了，不光干净了，而且干净的非常彻底。铁蛋儿，1个亿，女主人我卖了1个亿！1个亿，那得多少钱啊？不中，俺的脑袋瓜，俺的脚趾头，俺都要算不过来了。哎呀，你肯定是算不过来了，反正就是好多钱，小狗狗。真好，俺铁蛋也是身价过亿的富贵狗了。主任万岁，主任万岁，锤子哥万岁！咱是不是得感谢锤子哥呀？说的很有道理啊。锤，我能有今天，身家过亿，都多亏了你，谢谢你啊，锤。如果没有你，我这辈子都看不到我的银行卡余额里边能有那么多个0。主人，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天还有4次敲击机会，您打算敲什么呢？这个呀，那就敲一点儿。啊，对了，我这手机跟了我这么久，我还没敲过它呢。哎呀，锤啊，拜托，赐给我手机一个有用的技能吧。没什么变化呀，好几屏都没修好。手机获得无限电量。无限电量，这确实有用，但是锤，这也太朴实无华了吧？这个我也赚不了钱呢。锤，来，帮我把我这个墨镜变一个超有用的能力，最好是变异版的美杜莎之眼，让我看哪成黄金。来。哎呦，主任，你看见啥了？有没有看见啥变化呀？没有，一个金子都没有，全是各种冰冷的数字。
鉴宝神镜，获得鉴宝的能力，并给出相应的价格建议。哎，主任，你看俺的狗窝弄啥？俺可不想狗窝变成金子。放心吧，铁蛋，你的狗窝不会变成金窝，因为这个墨镜啊，它就只能看出来物品的价格，它不能把物品变成金子。不过捡漏的时候应该能用到。哎，下一个吧，希望能够有点有用的东西。你说敲块石头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些什么特殊的能力，或者直接把这个石头变成翡翠？看来石头也没有变。耶，石头会飞了，会飞了！我的娘！如意飞石，随地面操控飞行，最远距离10米，具有伤害力，勉强算有用吧，能防身。主任，咱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你瞧瞧那个放大镜呗，俺想看看那个玩意儿。放大镜，行。瞧它了。哎呀，求你了，锤锤，一定要给我一个有用的能力。小小的放大镜能有什么能力啊？铁蛋，垃圾桶变大了。这咋变胖了？这垃圾桶。放大镜物质倍化，可将物品放大1倍，每天1次机会。铁蛋，你这个放大镜还挺有意思的，它的特点就是将物品放大10倍，以后你可得小心点用啊。垃圾桶的宝贝是不是也跟着变多了？对呀，垃圾桶的宝贝也可能变多了。铁蛋，钱啊！纸币，有金色的钱，还有大金条。铁蛋，我们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铁蛋，好多好多钱啊！这么多摞纸币，还有这么多块金条，还有金钞，再加上我今天卖酒赚的1个亿，哎呀！铁蛋，我们今天发大财了！主任真厉害。要是照这个进度的话，给你个小破锤子升级也不是什么难事。看看明天再敲点什么。主任，日头晒屁股了，快醒醒！锤子哥今儿个能敲东西了，你快点起来吧。5次，铁蛋，今天敲啥？还是主任来决定吧。那今天就敲点顺手的东西吧。不过今天呀，咱们得变一个敲的方式。铁蛋，咱们今天呀，得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块儿敲，得噔噔噔噔噔的敲。玩过游戏吧？游戏里边都是连抽的概率最高，今天咱就试试连抽。走，铁蛋，准备好了吗？主任都准备好了，咱开始敲吧。行。嘿，哈，哇！哎呀，这耳机它可以聆听心声，还有这个，这枕头能够让人获得深度睡眠，衣服能够自己变换，还能够自己清洁，神速鞋穿上可以提升速度，还有这张床，哎，自动恒温系统，还能够根据房间的温度调节，这太智能了。哎，铁蛋，主人我要试试它。主任，你能听见俺在想啥不？俺主任是天下第一厉害，俺能当他的狗是俺铁蛋最幸运的事儿。俺铁蛋要给主任当一辈子的小跟班儿。啥？铁蛋，你说你要趁我不注意锯吃大骨头？啥呀，主任？好嘞，主人我听着了。哎呀，能让你给我当跟班也是我最幸运的事情之一。行，主人现在同意你做我的小跟班了。主任，恁真听见俺说啥了？俺心里想啥恁都知道？当然了，那可中，以后俺想吃啥想玩啥，主任一笑都知道了。主任，咱再试试其他的呗。行，那就试试衣服。中。呀，变，真变了！主任好厉害，好厉害吧？主人再给你变一个。这个好看吗？好看，好看。今天挑的东西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但是吧，这些还都挺好玩的。主任，垃圾桶里又掉宝贝了。这是个古董啊，得值老些钱了。你等着，主人去拿墨镜来看看。南宋官窑青釉贤文瓶，顶级收藏品，市场参考价4800万到5000万。铁蛋又发财了！童哥这回太给力了吧，居然收了个真大的宝贝！主任快点去赚钱吧，俺看家。俺走了，看家。
哎，这不是前2天卖我玉瓶的姑娘吗？今天带来好宝贝啦！钱老板，我叫沈之然，以后呢我也会经常过来的，所以你就叫我名字就行。我今天啊还有东西要出，您看看这个。哎呀，这釉色如冰似玉，紫口铁足，旋纹流畅，开篇呀就是典型的鱼字纹。这可是南宋官窑啊，而且还是难得一见的珍品，保存得如此完整，实在是罕见呐。沈姑娘，你这个瓶子卖吗？我可以给你出价4800万。4800万？墨镜给出的市场价是4800万到5000万。4800万虽然不亏，但是有讨价还价的空间。4800万呀，钱老板，我之前也跟一些朋友打听过，你这个价吧，确实不高。我可是听说我这个瓶子的价格还能在……我呀，也是诚心想要这个瓶子。这样吧，我再给你加200万，一口价5000万，怎么样？5000万，正好是墨镜估价的上限。5000万，这个瓶子就交给你了。好，我这就给你转账。过去了。太好了，又是5000万到账，离给锤锤升级的5合1的目标又近了一步。以后啊，有好东西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找我。放心，咱俩是啥关系啊？我走了。哎呀，真是年纪大了，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了。昨晚又是一宿没合眼，头疼的像是要裂开，心口也闷得慌。哎，失眠，这倒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刚好我带了秒睡抱枕。钱老板，我刚刚观察到你气色不好，印堂发汗，双目涣散，血丝密布，你是不是睡眠不好呀？哎呀，你怎么知道啊？哎呦，这失眠啊是老毛病了，最近呀更严重了，整宿的睡不着，这头啊痛，这胸口闷，浑身没劲儿，感觉都快把人给熬干了。我呀刚刚就发现了，这我小时候呀跟家里人呢学过一些算命，懂一些皮毛之处。我这刚刚一看呀，我就看出来了，你现在的状态呀很不好，如果不及时调整，那可能会元气大伤啊。我也想过调整，找了好多医生看，可是看不好啊。哎，沈姑娘，你既然能看出我的症状，你有什么方法能帮我调理一下呀？钱不是问题，只要能帮到我。哎，不瞒钱老板说，这我之前啊，前2年我也深受失眠症的困扰，就是整夜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就躺在那枕头上，一宿到天亮我都睡不着，我的精神都要接近崩溃了。哎呀，就是这感觉。哎，那你是怎么调理好的呀？我这儿偶然得了一个隐士高人制作的枕头，那枕头呀用了多种矿物，还有各种草药，是专门针对失眠的。我给你看看啊，就是这个，我这一枕上它，不出3秒，我立马就睡着了，老好用了。这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抱枕啊。哎呀，钱老板大隐隐于市，这好东西啊往往都是不显山不漏水的，是真是假，灵不灵验，你试不就知道了吗？那我就试一下。哎呀，试试。哎，钱老板怎么样？钱老板睡着了吗？不出3秒，这就睡着了，不愧是强力秒睡枕。哎呀，现在就等着钱老板睡醒之后谈怎么买的事儿。哎呀，从来没睡过这么舒服的觉。沈姑娘，你醒了？神了，这个抱枕真神了！我只躺了一下，我这头也不疼了，胸也不闷了。哎呀，这哪是抱枕呢？这简直就是仙丹，是我的救命符啊！沈姑娘，你这个抱枕可一定要卖给我呀！我这个抱枕，我其实自己也得用的，钱老板，你这夺人所爱，不好吧？沈姑娘，我知道这是夺人所爱，但是这个抱枕现在就相当于我的第2条生命啊！如果没有它，我这以后痛苦的生活不就又回来了吗？哎呀，
卖肯定是要卖的，但是卖多少钱合适呢？哎，沈姑娘这反应看来是真不舍，那我就只能这样，我出高价，我出5000万，行不行？5000万块钱买一个枕头，这不是天价了吗？看得出来你是真心需要这个枕头。哎呀，我忍痛割爱，以后这个枕头就归你了。哎呦，真的吗？哎呀，沈姑娘，太谢谢你了，你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哎，谢，不要。哎，快，我现在就给你转账。5000万，一个能让人睡觉的枕头就卖了5000万，赚大发了。老板，没什么事，我走了。哎呀，好，行，您慢走啊，沈姑娘。5000万就能买到一个好宝贝，值了。铁蛋儿，你主人我今天有特大的好消息要宣布。主人，俺各州铁门都闻着恁身上大获全胜的味道了，咱是不是又发财了？是啊，你主人，我告诉你，我今天把那个南宋的那个古董给卖了5000万，还有那个秒睡枕，男主人我也给他卖了5000万，所以你主人我今天轻轻松松赚了1个亿的小目标。哎，我真是太厉害了！不愧是俺主人，厉害，给恁鼓掌！哎呀，我的老天爷，恁真厉害，2天就完成了2个小目标，咱离锤子哥升级就剩不到3个小目标了。对呀，你锤子哥呀，他马上就能穿上金铠甲了，革命马上就要成功。铁蛋同志，你不能再松懈了。主人，咱下一步要干啥？我琢磨着呀，你想啊，今天的那个秒睡枕头就卖了5000万，那如果要是继续再敲出来一些枕头，我们继续卖钱，岂不是有更多的5000万到账？所以你主人我明天的目标就是继续敲枕头。主人，这是咱家最软和的俩枕头了，敲出来肯定睡得香。接下来就该锤子哥登场了吧？锤锤，我用枕头赚钱的大计可就靠你了呀，锤锤。哎呀，主人，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能给你的能力是随机的，您这样我压力会很大的。哎呀，锤锤，主人我怎么会给你压力呢？主人相信你，一定可以的。舒梦枕在睡梦中高效无痛学习，启梦枕可体验各种近乎真实的美梦。舒梦枕和启梦枕，这个舒梦枕只要把想学的知识放在枕头下面，然后在上面睡一觉，就可以无痛学习知识。还有这个是启梦枕，枕着它睡觉就能做出近乎真实的美梦。这2个枕头还挺有意思的嘛，铁蛋儿。启梦枕做美梦，那俺是不是能在梦里吃可多的大骨头？俺想试试，主人，俺想试试。说的对，铁蛋儿，这玩意儿确实得先试试。只不过铁蛋儿你还小，你不能试这个枕头，万一你做了很美的梦，之后你醒不过来了怎么办？这种东西，主人我替你试。那中吧，主人，那你做美梦去吧。主人做美梦，小狗不能闲着呀。那铁蛋儿，你呢就来试试这个舒梦枕，小朋友就要多学习嘛。嘿嘿，哎，加油，小狗狗，睡觉去吧。嘿，哎。俺了个娘啊，这都是啥鸟语啊？哎，真美啊，这觉睡的。铁蛋儿，哎呀，你学了个英语书啊 ？I'm fine, thanks, and you？ 你说啥？你再说一个。你说啥？那别笑了，俺梦里都是叽里咕噜的鸟语，出来都成这了。铁蛋儿，不笑了啊！你这舒梦枕啊，学的真行，
效果惊人啊！就是这玩意儿应该卖不出去吧？唉，枕头赚钱计划未办而中岛崩殂。哎，钱老板。喂，钱老板。哎，沈姑娘，我打电话是想问问你啊，你手里还有没有那种秒睡枕呐？秒睡枕？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儿子今年高3，学习成绩一言难尽，他们一家都觉得那孩子是熬夜睡不好给闹的，所以托我来问问你手里有没有那种秒睡枕，钱不是问题。熬夜加学习不好，这简直是给舒梦枕量身定做的客户啊！行，钱老板，这事儿我知道了，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过去。铁蛋儿，嘿嘿。嘿，沈姑娘，你可算来了！这是我好朋友老秦，老秦，这是沈姑娘。你好，沈姑娘，我儿子现在每宿都熬夜，每天都精神不济，别说学习了，人现在都快废了。我也不求多，只要能够让他好好睡觉，能够好好学习就行。秦老板是吧？啊，你刚刚说的这些呢，我大概了解了。你就是想让你儿子呢，在保证睡眠充足的情况下，能够学得进去知识，对不对？我这儿正好有一个枕头，是我专门请高人开过光的，把你要学的知识枕上，睡这么一晚，第二天一醒来呀，那知识就都进你的脑子里去了，保证能够让你既睡好了觉，又能学进去知识，直接考清白。你说的这么玄乎，你不是在骗人吧？这枕头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啊，能值5000万吗？你呀，你看着朋友，行吧，毕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那这样，我让你试一下，你试试就知道我这枕头到底好不好使了啊。行，我就看在老秦的面子上，试试你这舒梦枕。要是真的这么神，5000万立马打到你账上。老板，快试吧。那我就试试。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记性早就不行了。要是能记住新东西，行了行了，哎呀，真睡着了。怎么样？陈姑娘，我这脑子里面呀，全是这本书上的内容，什么明代的永乐青花，用的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苏麻离青，发色浓艳，有铁锈斑，什么宣德青花釉面肥厚，有橘皮纹。老秦呐，你在我这个店里看这本书也不下10几次了，你愣是一个字都没记住啊！你就枕了一下这个枕头，居然全都会背了呀！哎呀，太神奇了吧！沈小姐，神了，真是神了！这个枕头你一定要卖我5000万，哦不，6000万，我现在就转账。好，比预想的还多赚了1000万，这个枕头卖的值。沈姑娘，6000万已经转过去了，这个枕头我就拿走了，我得赶紧回家让我儿子试一试。老钱，走了。慢点儿，这个老秦。钱老板，谢谢了，帮我介绍生意。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老秦他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帮助了他，就是帮助了我呀，这份恩情不能白占。我给你个好东西。这个呀，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务必要收下。我怎么能收呢？你刚帮完我还收你东西？不行，你这店里肯定都是古董，太贵重了。哎呀，哪儿贵重了？这跟比起我的睡眠质量，还有老秦那孩子的前程似锦，这个古董算什么呀？收下啊！这个呀叫聚宝盆，寓意招财进宝，聚气生财，可以旺运势的呀。这个呀与你的气质很般配。是吗？聚宝盆听起来就很不错。钱老板，那我就收着了，以后咱俩就是最好的朋友。这就对了。捷报，倪主任我呀，给那个舒梦枕买了6000万的高价，咋样？咦，中，真中，比秒睡枕还多1000万了。舒梦枕真争气啊！争气。那手里拿的是个啥呀？给俺买了新饭碗吗？哎，不是，啥玩意儿就饭碗啊！我跟你说呀，这呀是那古玩店的钱老板送给咱们的，叫聚宝盆儿，说是能够聚气生财。
你想啊，如果锤子哥敲了它之后，能变出金子，哎，那赶紧去拿出来，快让锤子哥敲它，使劲的敲，咱给他敲出座金山来。哎，对，快点开始吧，主人。锤锤，靠你的了，一定要给我敲出很多钱哦。嘿，这没有变金子呀。确实，看来锤锤能够直接敲出来值钱的物品的概率特别小。才7声宝盆可将非生命物品复制10倍，每日可启动1次。10倍？铁蛋，那我如果让它复制出金子的话，那我们就能有10倍的金子了。咦，中，复制黄金可中。不行，这么小应该也装不了多少东西。幸好没有忘记我的放大镜，这不就够了吗？铁蛋儿！天灵灵，地灵灵，给我变成黄金行不行？金子，全都是金子！咦，这金子长得真排场啊！这么多金条，还有镯子，5000可能换多少钱来着？500万啊！铁蛋儿，发财了呀！主任，这不是真厉害啊！太棒了，以后有了这个，咱们就能发更多财了。铁蛋儿，今天是个大好日子，主人，我今天要给你做好吃的。哎，准备品尝你主人我的手艺吧。弹尽粮绝了，不过没关系啊，咱们这不是有你锤子哥在呢吗？有他在，那兴许就能给冰箱里敲出来一个大骨头呢。按不着，主任咱试试吧。哇，这还是咱家冰箱吗？水果、零食，还有各种新鲜的食材。主任，咱家冰箱第一回装这满。是啊，将开门冰箱蜕变为无尽新藏箱，每日自动更新，填满最新鲜的水果、零食和食材。铁蛋，以后咱家每一天冰箱都会自动更新这么多好吃的零食啊、蔬菜啊，所有好吃的都会自己更新。哇，真好啊！有了这个，我们家冰箱以后会一直这么满，这也太实用了。咱们今天剩下最后一次机会，敲点什么好呢？铁蛋儿，你记不记得咱们上回敲的是一个扎啤杯，这次咱们敲一个水果杯怎么样？杯获得造化能力，蜕变为千味随心杯。铁蛋儿，你看看这个，是果汁儿，跟上回那个扎啤杯一样。上回那个杯子能变出各种各样的啤酒，这个杯子它能够变出来自己想喝的果汁儿。扎啤杯呢就用来赚钱，这个杯子就用来喝，太好喝了，你闻闻。再加上咱们的如意随心谱，以后呀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主人，我带你吃香的喝辣的。主人高兴，铁蛋就高兴。希望明儿个锤子哥也能敲出来好东西。哎，怎么那么吵？主任，是垃圾桶溜的声，好像是又有宝贝掉进来了。宝贝？哇，铁蛋儿，快看快看，这画看起来好古老，感觉绝对不普通。我得看看这个能卖多少钱。唐寅的松崖笔叶图，市场参考7000万元。7000万元！铁蛋儿，我们发财了，发财了！哎，沈姑娘，你这是又带来什么宝贝了吗？对，我呀，偶然间得到了一幅画，我自己都没捂热乎呢，着急忙慌的请钱老板帮忙看看。来。哎呀，哇，这居然是明代的书卷啊！哎呀，哎呀，墨色沉厚，入骨三分，这笔意清雅高古，润秀天成，这绝对是明代吴门4家之一唐寅、唐伯虎的真迹，对不对？居然这么珍贵吗？那当然了，唐伯虎的真迹本来存世就很少，每一幅都是极品的藏品呐。哎，沈姑娘，你的这幅画能不能卖给我？你开价，我绝不还口。江老板，这幅画呀，你懂，我不懂。既然你这么喜欢，那您开个价，你肯定给我开的价都是最实在的呀。既然你就这么说了，我也不玩那虚的。
一口价7000万，怎么样？行，7000万，刚好是鉴宝眼镜给的价格，不亏。沈姑娘爽快，这就给你转账。好，好，过去了。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人谈生意。一大早上起来就赚了7000万，这感觉也太爽了吧！我也喜欢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这幅画呀，我打算作为我店的镇店之宝。哎呀，以后还要给你带好东西。啊，又是啥时候变弯了？啊，哎，没事，用锤子砸应该能砸直吧？果然好了吧？啊，还多了个功能，万能钥匙，能打开任意电子锁或者机械锁。哇，这好用。铁蛋，咋不迎接你主人呢？主人，不好了，那个垃圾桶又出东西了，是个大家伙，长得可奇怪，差点给俺狗蛋吓坏了。大家伙，瞧你这胆小的！哎呀，就这你就吓坏了？我还以为什么东西呢？这个是保险箱啊！俺就是被吓着了嘛。主人，这保险箱是好东西吗？保险箱应该算是好东西吧。因为有钱人啊，就是喜欢把这宝贝啊、财富啊都放在保险箱里面。正好，你主人我今天新敲出来一个万能钥匙。唉，银行存单，民国37年，凭此单向新华银行提取足四黄金300公斤。300公斤，铁蛋，300公斤啊！300公斤，这要是都给咱。锤子哥升级用了黄金不就够了吗？对。可是，这银行我听都没听说过，肯定是早就倒闭了。这存单早就是白纸一张了。咦，白忙活一场，整烂这心跟坐过山车一样。不对呀，主人，这里面是不是有大金子呀？大金子？这里啥都没有了。你主人我翻遍了。啊！妈呀，这里边有个夹层。铁蛋，这里面还真有黄金。这里边每一根都是1公斤以上的，铁蛋，这要是在聚宝盆里，那就是100斤黄金啊！嘿嘿，主人，俺鼻子灵吧？俺厉害不？立大功了，你太厉害了！你以后呀，就是我忠实的部下。今天奖励你吃最豪华的狗饭。主人，还有个小盒子了，你快看看，这是啥东西？小盒子是啥？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些黄金啊，就够我们开心的了。嘿，我去！铁蛋，你看，主人，这石头真绿真亮，晃了俺眼晕，比春天的嫩柳叶还鲜亮。我的天啊，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帝王绿吧？而且还是那种什么玻璃种的。帝王绿听着怪厉害，那它是帝王值钱不？能换5000万的黄金不？5000万不知道，不过我们去卖一卖就知道了。铁蛋，你在家乖乖等主人我回来，我去换点钱回来。真的？那主人能快点去卖了它吧？俺搁家帮恁复制大金条子。你还复制大金条了？你会用聚宝盆啊？别小看俺现在也是可厉害的狗了。哇，这里就是龙国最有名气的珠宝店真龙阁了。听说这家店老板呀眼光毒辣，价格也给的高，那这套首饰啊肯定能卖不少钱。哎呦，沈姑娘真是稀客呀！哪一阵风把你吹到我这店里了？秦老板啊，你是这家珠宝店的老板吗？是啊，沈姑娘，你今天是要来买首饰的吗？随便看，只要你相中的，我绝对给你一个骨折价。秦老板，哎，我今天不买东西，我今天是来卖东西的。哎呦，沈姑娘拿出的东西肯定是不凡，能否让我看一眼？那就是这套翡翠首饰。哎呦，竟然是成套的翡翠首饰！哎呦，竟然是玻璃种帝王绿！对。哎呦，你看这每件饰品上的翡翠、品相、种水都是万里挑一的极品，质地通透、纯净，毫无瑕疵。沈姑娘，我干这行几10年都没见过这么完美的成套的帝王绿首饰，你真的要卖吗？
秦老板，你帮我看看、这个值多少钱？沈姑娘，咱们都是老相识，我也不跟你玩虚的。这个宝贝，我出8500万，这绝对是我能给出的最高诚意价。你放心，我以真龙阁和我老秦半辈子的信誉做担保。您看怎么样？8500万，成交。好，我现在就给你转账。来，好，收到了，收到了。沈姑娘，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秦老板我们合作很愉快。放心吧，以后咱们常合作。哎，对了，沈姑娘，以后要是再有什么首饰、宝石的要卖，尽管来找我老秦。放心吧。行。哎呦，铁蛋儿，你整的？主任，你回来了，俺把金子复制好了，整整100吨都放桌上了。可以啊，小铁蛋儿，你这活干得板正啊！这样的话，今天光现金加黄金，我们就赚2个亿呢。2个亿，主任真厉害！那咱现在一共有了4个亿和7000万，给锤子哥升级得5个亿，那咱还差3000个万，是吧？对啊，铁蛋儿，啥时候学会算数了呀？俺搁电视上学了，俺现在是个大聪明狗，俺要多多学习。多多学习。但是主任，给锤子哥升级还差3000个万，咱上哪儿变出那么多个万啊？你主人呀，刚刚买了一个东西，或许能帮到我们哦。什么东西啊？那这不就来了吗？你好，是沈志然女士吗？你订的发财树到了。对，就是我订的。那帮我先放那儿去吧。好。铁蛋儿，等等，这个呀，就是我路上买回来的发财树，怎么样？很不错吧？啊，铁蛋儿。哎呀，瞧给我铁蛋儿一天累的，休息一会儿吧。主人，我跟你说呀，这发财树它其实就跟聚宝盆是一样的，都是以招财进宝为寓意的，所以主人我把它给买下来呀。用你锤子哥这么一敲，那没准就跟聚宝盆一样了。锤锤，今天能不能给你升级，就看你自己懂不懂事儿了。主人，我会努力的。发财树获得造化能力，蜕变为摇钱树，每日随机凝结出数量不等的银币、金币或宝石。哇塞，这玩意是摇钱树，这也太厉害了吧！真强啊，锤锤！我活了20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着的摇钱树啊！就是这摇钱树也太小了一点啊！锤锤，你说如果这个摇钱树它变大一点，那是不是就能长出更多的钱了？很有用啊，放大镜！大树长出来了更多的银币，没准明天还能长出宝石。哎，行，那接下来啊，我只要把这个聚宝盆放在这个发财树的下面，那发财树呢，长出新的金币、银币或者宝石的时候，就可以哗啦哗啦哗啦都掉到聚宝盆里，然后聚宝盆里可以给它们变得更多。我简直是个天才！铁蛋儿，那我们一块睡一会儿吧。反正树上现在还没有出金币，明天再说吧。哎，主人，快来快来，树上长金子了！还真长了。哎呀，长这么大头会见树上长金子了！快摘下来，快摘下来！全都放聚宝盆里面。主人，这盆里头应该能变出可多金子银子了。但是啊，这些还不够，这些啊也没几百万，你知道的。你锤子哥的胃口那叫一个大呀，这点还不够他塞牙缝呢，还是得再找找其他方法，再整点金子。啊，垃圾桶又更新了，走走走。主人，俺闻着有金子的味儿。哎，我的天哪，居然是一只金子做的招财猫，这得值不少钱吧？但这个重量的金子完全到不了3000万。哎呀！哦，主人，这猫长得还怪排场嘞，要不留家里放着吧？也是，它这么大一点儿，对你锤子哥升级也不能有什么用，摆着还挺招财，好看的。这金留着也行，铁蛋儿喜欢，那就都留着。看起来倒是像个宝贝，要是把它卖了，说不定能卖不少呢。
主人，拜买拜买！恁看这剑多排场，电视上那些厉害的大侠神仙手里都有一把好剑。主人现在这么厉害，哪能没有一把像样的宝剑？这不配套啊！行。啊，铁蛋儿，你说这招财猫它也是招财进宝，跟发财树一样，那是不是锤子锤一下它，它也能够像发财树一样给咱们招点啥宝贝啊？锤锤，看你的啦！主人，我会努力的。金子，一定要变出我最喜欢的金子。不是金子，我看看，这是啥呀？合金招财猫，获得造化能力，获得招财技能，成为真正的招财猫，可以招来发大财的机会和契机。招财时间随机。获得招财能力，变成真招财猫，还能招来发大财的机会。这是一张藏宝图。引龙山，我之前在网上就刷到过。龙腹之地，先祖庇护所藏黄金300件，以待后世有缘子孙。不过那里边一起找宝藏的有很多寻宝者，咱们不一定能找得到啊。主人，俺没听错吧？这要是能找着，是不是就够给锤子哥升级了？对呀，300件黄金，要是找着的话，完全够给锤锤升级了。这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宝藏呀！说不定我们还能剩下1个多亿，到时候呀，咱俩分。主人，那还等啥？俺们赶紧收拾收拾，去把那300斤金子扛回来呀！哎呀，这一起的寻宝者有很多，我不一定能有他们厉害。这样，咱们多找一些东西，让你锤子哥敲一敲，敲一敲之后，我带在身上。主人说的对，俺们得有家伙事儿。主人，把刚刚那些垃圾桶里的剑带上吧，电视里寻宝都得带武器来。行，那主人就给他带上，看看他能有啥用。哦，对了，帽子跟手套也得戴上。手套用来挖土干活，帽子用来伪装身份了。主人，你把那尖叫鸡也带上呗，那玩意儿一捏就震天响，可吓人了。要是碰上坏蛋，准能把人吓跑。行，让你锤子哥敲一敲，看看能给尖叫鸡锤成啥。正好锤子哥今天还有4次机会。一定要变成有用的东西啊！我这次是需要出去寻宝，不要给我变点别的呀！胡迷古剑觉醒技能100%被空手接白刃，防晒帽蜕变为逆影帽，手套蜕变为巨力手套，金叫鸡玩具觉醒金黄金笑。你看这个帽子果然除了可以隐匿的功能，给你戴上，那不就没了？哎呀，还有这个手套，手套戴上之后会力大无穷，你主人我戴上它，那不轻轻松松给你提溜起来了。还有这个尖叫鸡。要不要试试它的威力呀？嘿，我才舍不得对你用呢。这个可有意思了，100%被空手接白刃。好家伙，一个比一个有用的。这可太有用了。主人，隐身帽子、大力手套还有河东狮子猴，俺都明白。那空手接白刃是个啥？嘿，你想知道啊？小狗看剑，小狗看剑。主人，这是咋回事啊？俺身体不受控制，唰的一下动不了了，我怎么？好嘞，知道了吧？100%被空手接白刃，就是只要我挥剑，人身体就会被控制，不由自主的就这样的啦。哎呦，捉奸真不讲道理，真厉害！这不就跟定身术一样吗？主人呐，你真厉害！这下咱寻宝就更稳当了。那咱啥时候去山里找金子呀？铁蛋儿也厉害，这么厉害的小狗会说话，那出去啊，不得多引人注目呀！你主人我这次是出去偷偷寻宝藏的，铁蛋儿就乖乖在家，好不好呀？你看，主人我呢，明天就出发，正好明天呢，罗盘的冷却期刚好刷新，明天我把它带着，助我寻到宝藏。啊，那中吧，那俺好好看家。主人你明个一定要小心啊，俺搁家等你。行，等我回来，给你买大骨头吃。按照地图上的路线，应该就埋在隐龙山的山头。哎，小姑娘，你也是来寻宝的？穿着运动衣、运动鞋来寻宝，当这是郊游呢，真是个门外汉。这年头什么人都敢来寻宝了，连个金属探测器都没有，你带个破地图有什么用啊？哎呀，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哎，几位大哥，这人不可貌相，寻宝他这事儿有时候看的不是装备，是看机缘。我这张图啊，非常好使。这山里的宝贝呢，我收下了哈。
这里没有人，可以用罗盘了。罗盘，你得快点帮我把黄金找到。你没看到那群人用的老高级了，全是高科技。拜托，牛我已经吹出去了，一定要让我在他们之前把黄金都找到呀。东南方向吗？就在这个大石头下面了。还好昨天敲出来了巨力手套。小石头，轻轻松松。找到了，真的有宝贝啊！还有黄金，全都是黄金，跟小锤锤升级就在今朝了。装起来，都装起来。嘿，没想到啊，你一个外行的小姑娘，还真让你找到宝贝了。姑娘，见者有份啊！这么多黄金，你自己又拿不完。你干嘛？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要是对我动手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哎，一个小丫头片子口气还挺大。你要是这样，这些黄金一个你都别想拿。哎，兄弟们，赶紧来，这是黄金，好多黄金啊！本来想着避开人，找到宝贝就离开，没想到还是遇上人了，那我就只能动手了。嘿嘿，哟，你一个小姑娘拿一个破剑在这儿吓唬谁呢？今天你要不把黄金交出来，别想离开这座山。本来还想低调点，既然你们这样，那就别怪我。什么情况？我身体怎么动不了了？那就让你们今天好好睡一觉吧，下一次别惹我。哎呦，没想到这个鸡的威力这么厉害。这里闹出这么大动静，一会儿估计还会有别人来。哎呦，收！哎，该回家给铁蛋报喜了，300斤黄金到手，锤锤升级在望，我和铁蛋马上就要获得更多的寿命了。哎。以防出差错，还是戴上帽子吧，戴上安全。啥情况？俺咋闻着主人的味儿，却没瞧主人来？闹鬼了？谁？报上名来！俺铁蛋可不是吃素来。哎，是你主人我，别紧张，我戴了顶帽子。哦，原来是主人呐，吓死我了！主人，俺闻着金子味儿了。恁是不是挖出金子了？呀，你这小狗鼻子咋这灵呢？可不是找着了吗？你都不知道，你主人我呀，这拳打好几个，跟我一起寻宝的，谁都没打过我。而且呀，剩下的这些黄金，主人我也都集齐了。那，哎，这些，看见没有？这些就是锤锤升级需要的所有黄金了。准备好了吗，铁蛋？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锤锤，升级吧！好的，主人。黄金之力汇聚于无声。锤子哥穿上金铠甲真帅气啊！真帅气啊！主人，我已经升级到了黄金形态，现在每天的敲击次数增加到了10次。现在的我可以给大量已经得过造化之力的物品进行再升级，能获得的能力也更强。听到了没，铁蛋？敲击增加到了10回了。以后这10回啊，你随便玩5回，想干啥干啥，行不行？现在我们来试试锤子哥的新威力吧。
哎呀，这舒服的！你主人，我现在感觉身体前所未有的舒服，暖洋洋的，像泡在温泉里面，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似的，得劲儿，太得劲儿了！获得造化能力，身体得到全面净化和升华；获得超强自愈能力，任何创伤都可以在10秒内完全愈合，基础寿命增加5000年。这是进化成超级赛亚人了，1000年寿命加上能够愈合任何伤口。铁蛋，准备好了吗？超级赛亚狗！铁蛋获得造化能力，灵智大幅提升；获得超强治愈能力，基础寿命增加1000年。1000年？1000年？俺现在能陪主人1000年了，真中！谢谢锤子哥，能斗山亲哥。哎，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主人和铁蛋开心满意就好。不行，铁蛋陪我1000年哪够呢？锤锤，你之前是不是说过你的最终形态是那混沌之锤？那如果要是升级为混沌之锤，那我们是不是就能长生不老，想活多久就多久？是的，主人，混沌造化之锤可以满足您的任何需求，不管是长生不老还是腰缠万贯都可以实现。行，那你跟我说说，混沌之锤，你这回是啥要求？主人要想把我升级到混沌之锤，需要集齐10种世界上最罕见、最优质的宝石原石，而且原石纯度要顶级的，重量也要达到500克拉，也就是100克。不是，你知不知道你在说啥呀？500克拉的宝石，现在这个世界上100克的宝石都很少见了，500克拉，你用钱都买不着，可遇不可求。你个锤子的！这些宝石原石每一颗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宝，单纯用金钱购买几乎是不可能的。咦，锤子哥，俺总算知道恁为啥会被太上老君扔下来了。你这比吞金兽还能吃，这要求神仙听了都得摇头。可不是嘛，铁蛋说的对，神仙听了都得摇头。铁蛋，不行呀！你要是光陪主人1000年不行，虽然这个要求很难，但咱还得想想办法，咱们也不能半途而废啊。锤锤，说吧，你都需要什么宝石？主人请看，亚历山大变色石、亚历山大变色石、蓝锥矿红钻石、帕拉伊巴碧玺、克什米尔蓝宝石、黑欧珀石。哎呦，主人恁别念了，这名俺一个都没听过，听着跟紧箍咒一样，感觉比找外星人还难了。铁蛋，就算是找外星人，咱也得找啊！哎呀，咱们2个能够一直长生不老，逍遥自在、快活的日子。哎，铁蛋，你记不记得咱家还有棵摇钱树呢？你说这宝石可不可能在摇钱树上长出来？走。主人，咱捉宝贝树2天都没长出1颗宝贝石头，靠它真能成吗？没事，咱锤锤不是升级了吗？再给这个树升级一下。嘿，发财树获得造化能力，长出稀有财宝的概率提升。主人，恁快看，树上有亮晶晶的小石头。铁蛋，咱们现在有3000年寿命，只要它有这样的高概率，这3000年，那它总能结出10颗吧？主人快看，那树杈上有个亮闪闪、会变颜色的排场大石头。我看看，好大的宝石啊！你看，在阳光下还有2种不同折射出来的颜色，它是那个亚历山大变色石。没错，这正是亚历山大变色石原石，而且品质极佳，重量达标，完全符合我升级的要求。这么轻松就拿下了1颗宝石，铁蛋，不用3000年了，轻轻松松。哇，主人你真厉害，这么快都完成了1/10的目标了，但是剩下的9种了。摇钱树不知啥时候能长出来，咱是不是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给锤子哥穿新衣裳了？铁蛋，主人教你啊，与其被动等待，那不如主动出击。你说是不是？咱们得想一个法子，能知道这些宝石会生长在哪儿就好了，主人就带你去摘它。主人您好，我是知晓世间一切全知魔镜，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我靠！啥东西？想吓死狗吗？是他这个镜子怎么还自己升级了呢？主人，你把我放下时，无意间敲到了它，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面魔镜了。魔镜？我之前怎么没想到敲一个呢？知晓世间的一切。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我靠，一天就只能问1次，呸，死嘴！魔镜，你应该知道，锤锤所需要升级的宝石在哪里还有吗？符合要求的蓝锥矿原石位于霓虹国本州岛中部的飞马山脉深处，一处名为幽邃谷矿洞底层。
该原石重约518克拉，品质顶级，处于自然封存状态。你果然知道霓虹国飞马山是吧？我准备收拾收拾东西就过去。主任，俺能去不？恁上次都没带俺去，俺可不得劲了。恁要是不带俺就拆家了。哎呀，行，那主任先去收拾收拾，准备出国带的东西。等我啊。魔镜2次造化可以鉴别物品的品质，并获得透视能力。罗盘2次造化可寻找宝藏。太好了，能透视鉴宝的眼镜，再加上不限次数的寻宝罗盘，哼，我就不信找不到宝石。哎呦，哎呦，铁蛋，铁蛋，你咋的了？你咋的了？哎呦，俺脑瓜疼死俺了！你脑瓜咋回事？俺这不是马上出关了吗？太高兴了，蹦跶两下没守住劲儿，一头撞门框上了，差点给俺撞死了。哎，行了，别嚎了，小铁蛋，你的身体现在可以快速治愈，伤已经好了。真的？俺脑瓜真不疼了。主任，俺是不疼了，但是俺把门撞歪了，咋整啊？能咋整啊？咱不是有锤锤吗？用锤锤砸一下，门肯定就好了。说不定啊，还能获得什么能力呢？嘿，守护门蜕变为任意空间门。哇，任意门！锤子竟然敲出来了任意门，通过意念，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哎呀，铁蛋儿！你干了一件大好事，你知不知道？你这哪是闯祸呀？你脑袋这么一撞，撞出个超级宝贝来了，咱们都不用坐飞机过去了。哎呀，走，铁蛋，咱们去找宝石。走了。主任，等等我。哇！爷爷，主任，主要都是那啥飞马山什么有股矿洞吗？是幽邃谷矿洞。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刚刚魔镜说的地方。哎呦，这刷一下都到了，俺都没眨眼。主任，你快看看宝贝石头搁哪儿藏着了？说的对，我看看啊。我看一下。啊，蓝锥矿原石就在里面。等主任我戴上墨镜，看看具体位置。找到了，518克拉的蓝锥矿原石就在前面。走，铁蛋，铁蛋，快来！这个是518克拉的蓝锥矿原石。还好你主人我有削铁如泥的小刀，看我把原石切下来。搞定，咋样？爷爷，这小玩意儿长得真好看，跟海水一样了。主任，俺咋觉得有股子怪味儿，腥不拉几了？怪味儿？你主人我现在只能闻到长生不老、青春永驻，回去给锤锤升级的味儿。好了，别捣蛋了，咱要回去了。只能闻到长生不老、青春永驻。娘呀，是熊，是电视上才有的熊。主任，咱快窜吧。等会儿，铁蛋，现在窜不了。这大笨熊把洞口堵住了，这霓虹国熊灾泛滥，咋就让我赶上了呢？主任快跑，俺殿后。你殿什么后啊？你能干啥呀？别忘了，你主人我呀，防身工具多着呢。啊，是哦。俺干主任才不怕你了，口气真大，臭死狗了。你算个啥？今儿就叫你尝尝尖叫鸡的厉害。对，就用尖叫鸡。哎呀，给你小耳朵捂上啊。中。啊，大狗熊！耶，这都跑了，瞅你那熊样，一丢丢都比不上俺主任。哎呀，那狗熊确实很厉害，但是谁让他遇到了你主人我呢？走了，小铁蛋儿，回家。哎呀，主任咱俩真厉害，手到擒来，智勇双全。那大笨熊看着挺厉害，其实是个脑袋，一叫他都跑了。嘿嘿嘿嘿。哎呀，你可别嘚瑟了，你要再嘚瑟一会儿，小心又乐极生悲撞到门。这俩宝贝石头真好看啊！主任，能把这俩宝贝石头放5、6瓣？俺不吃它们，俺要欣赏它们。主人跟你说，这2颗宝石可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来的宝贝，得特别小心的收纳。但咱们家好像没有多余的空间，要是能把家里的东西收纳起来就好了，就像帆布包一样，可以收纳东西就行。那就用锤子敲一敲试试吧，
看能敲出来什么。嘿！耶，俺的娘哎！主人，恁这是把咱家给砸升天了？这比电视上那些有钱人住的地方还气派。这地板光了能照出俺的帅脸。我勒个乖乖耶！这锤锤是直接给咱家变成了一个顶级大平层。居民房获得空间扩大，与智能家居系统，房子内部空间变成大平层。不只是变成大平层，还有自动收纳跟清洁功能。我的天哪，这也太爽了吧！而且从外面看起来，咱们家呢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居民楼，也不会引人怀疑。哎呀，这才是真正的低调奢华，有内涵。来，铁蛋，快跟主人我一起发出有钱人的笑声。主人，俺觉得咱现在也能一边遛弯一边说，这平平无奇的老房子也就住着勉强舒坦。哎呀，好了，再装就不像了。哎，之前买的药箱和防狼喷雾，房子没给他们自动收纳，那就说明这是给我当成垃圾了呀！铁蛋，看着，主人我这就给他呀，变废为宝。废弃药箱蜕变为造化丹匣，每天出现1颗神奇丹药。防狼喷雾获得玄冥寒魄之力，可喷出万年坚冰。药箱变造化丹匣，每天有神奇丹药。还有呵，小铁蛋儿，你啥时候学会认字儿了？还有模有样的。俺自己搁家的时候看电视学了，俺现在是聪明狗，肯定得学习呀。这上头还有防狼喷雾，获得玄冥六寒力，能喷万年坚冰，持续时间10分钟。咦，这玩意儿可好，往后夏天都不热了，能搁岩浆里洗澡。哎，在岩浆里洗澡就夸张了，一会儿给你扔岩浆里头去。看来呀，这确实变成宝贝了。不过现在呢，没什么用，也想不到它能干嘛。那先把它收起来，睡一觉吧。明天呀，还得继续去找宝石呢。主人，离镜子阁酒店刷新还有好几分钟，咱为啥守在这儿等啊？你傻呀，这样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问原石的下落，这叫节约时间，宝贝儿。俺觉着一点都不靠谱，还不剩多睡一会儿呢。是不是魔镜刷新了？不是镜哥，是童哥，童哥又试出好东西了。好吧。金表，也不知道这金表碰上我的黄金锤锤会发生什么。哎呀！翻表获得时间暂停能力，持续时间10分钟。哇，我去！使用它可以让时间暂停，每天使用1次，这功能也太逆天了吧！暂停时间？那俺是不是可以趁机多啃几根肉骨头，别人都发现不了？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用这个吃骨头，这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9点了，魔镜可以用了。魔镜，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给我的锤锤升级的原石呢？要最高品质的红钻石原石哦。符合要求的红钻石原石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带的一座火山口，重约600克拉，品质顶级，处于自然封存状态。火山将于10分钟后喷发，一旦喷发，原石将被毁坏。你俺的娘，这破石头咋还找火山口了？这不摆明了不让人拿吗？铁蛋儿，咱们昨天不是刚好出了一个冰冻喷雾吗？再加上我们这一个可以暂停时间的手表，小小火山拿捏。是哦，不过这火山还是挺危险的，你呢在家等着我，主人我呀速战速决。不愧是万年坚冰啊，真结实，果然是烧不化。嘿嘿，小原石，我来了。找到了，就是现在，时间暂停。还真暂停了。
宝贝原石。第3颗原石到手，回家。铁蛋儿，快看这是什么呀？主任能真厉害，这才过去一小会儿，你就拿着红宝石了。对了，主任，童哥又拾出好东西了，是带着发光石头的小圈，有4个了。发光的小圈？我看看。哇，戒指，4个戒指，我这彤彤还真是好厉害。现在看着也不知道它能有什么用，我们给它敲试试。好嘞。哎，看敲了它们能不能变成值钱的宝贝。钻石对戒蜕变为至死不渝之气，粉钻戒指蜕变为幸运女神的微笑，灰钻戒指蜕变为恶月乌鸦的低语。哇，简单来说，我们这戒指变成了真爱至死不渝对戒，还有幸运戒指和不会威胁生命的倒霉戒指。哎，我的好锤锤，你果然什么都能敲得出来。主任过奖了。至死不渝，女神，乌鸦，主任，这玩意儿听着怪有意思了，咱要不试试效果再卖？啊，你之前说了，先了解产品才好去推销。你这狗脑袋什么时候这么开窍了？有道理，我这就去试试。当当当当！你好，我们店新开业，恭喜您成为被选中的幸运路人。这奶茶免费给您品尝。谢谢啊，祝你们开业大吉。好。不愧是幸运戒指啊！拜得了，好荷兰，俺想要。哎呦，痛死俺了！铁蛋儿，你没事吧？俺没事儿，主任你咋办俺啊？哼，这乌鸦戒指真倒霉，俺想要女神。哎呀，铁蛋儿，喂，好狗狗要经得起诱惑。这幸运戒指啊，会让狗狗变得懒惰，你的主人我来承担这些懒惰就可以啦。乖，你带乌鸦回去之后呢，主人给你奖励吃肉冻干。冻干儿中，冻干儿中。招。谁说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好多钱啊！钱，俺要钱。这钱分明就是大风刮来的。主任，好多钱呀！俺也要，俺也要。哎呦，俺沾上鸟屎了，俺臭了，俺不活了。这破乌鸦戒指，不中，俺不戴了。这玩意儿戴着没好事儿。哎呀！不哭啊！不脏，鸟坏。为了补偿你，主人晚上给你吃豪华狗狗套餐，好不好？真的，有牛排，有鸡肝，有罐头那种。当然了，都有。不过话说回来，这戒指真好用。你看这幸运戒指，我今天的运气就很不错。这倒霉戒指也确实倒霉，估计倒霉戒指卖不出去。那对真爱戒指，那不就跟婚戒差不多？咱们也用不上，得卖掉啊。钱老板，哎呦，沈姑娘，这次是不是又有什么宝贝要卖呀？我新得了一对宝贝。沈姑娘说是宝贝，那就是宝贝。今天我老秦又能开眼了，拿出来瞧瞧吧。好嘞。我跟你说，我这个宝贝很神奇的，它可以。秦老板，麻烦来一下。秦老板，您先忙，我不急。哎呀，苏小姐，周先生真是稀客呀！主人，怎么了？主人，我感应到了顶级帕拉伊巴比喜原石的存在，就在那个男人手里的盒子中。帕拉伊巴比喜原石，那不就是锤锤你生吉要用的原石吗？对的，秦老板，我和我未婚夫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今天来呢，是想把这颗550克拉的帕拉伊巴比喜原石切割了，做一个对戒。我勒个乖乖，550克拉的原石，说切就切，这可真是暴殄天物。锤锤放心，你主人我啊，会想办法把那个原石搞到手的。哈哈哈。哎呦，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这么顶级的帕拉伊巴碧玺原石啊！苏小姐，你真的要把它做成戒指吗？是啊，只有这样顶级的宝石，才能配得上我和他顶级的爱情。
哎呀，老板，这苏小姐跟她未婚夫，这也太般配了吧？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感情很好的。青梅竹马，情比金坚，真是让人羡慕。我这儿有个东西啊，特别适合你们。噔噔噔噔，我这对戒指啊，叫至死不渝之器，这是一位隐士高人历时数年打造而成的。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是戴上这对戒指的两个人呀，可以心意相连，命运相牵，一辈子都保持热恋状态，至死不渝。这戒指寓意挺好的，买来当个彩头也合适。你这怎么卖的？哎呀，我这戒指世间仅此一对，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我想要那块原石。这位小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这可是550克拉的顶级帕拉伊巴碧玺，价值连城。你这戒指虽然寓意挺好的，但是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哎呀，这东西再好也得适合才行嘛。我这对戒指的作用啊，就非常适合你们，比那个原石切割出来的戒指好多了。这样吧，我也知道这戒指的功能呢，你们不戴上，那肯定是不知晓的，也不一定相信我说的话。这戒指我免费借给你们，试用1天。如果觉得效果呢，跟我说的一样，那咱们再进行交换。苏小姐，周先生，我和这位沈小姐也打过几次交道，她这个人从不讲虚的，拿出来的东西也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这提议你们倒不妨考虑考虑，我给你们做个见证。亲爱的，你如果真的感兴趣，我们就体验一下。先把原石压在秦老板这里，我们也不会损失什么。行，那我就体验试试看。我昨天戴着戒指体验了1天，我感觉确实有奇效。我和他好像回到了热恋时期，不，比热恋时更默契，更心意相通。这个戒指我要了，就拿原石换。哎，秦老板，帮我把原石拿过来，送给沈小姐。哎，好嘞。第4颗原石轻松到手，离给锤锤升级又近了一步。那我们就走了，拜拜。好，慢走啊。秦老板，真是太感谢你了。我刚刚抢了你的生意，你还帮我说话。哎呦，沈小姐，你这说的哪里话呀？我这是顺手推出帮了你，也是我的荣幸呐。哎呀，谢谢了。哎呦，小丫头。那我走了。行，下次再来啊。主任，那买戒指都买了2天了，买了多少钱啊？没卖出去钱。不过呢，你主人我呀，倒是先换来了锤锤升级需要的原石。耶，这宝贝真好看，主任能真厉害，轻轻松松拿下第4颗原石。魔镜已刷新了，正好问问他宝石的位置在哪。耶，主任你别慌，今儿童哥使出个金子打火机，恁敲敲打火机呗。铁蛋儿啊铁蛋儿，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我们锤锤升级，要找宝石啊。这打火机你自己跟锤锤玩去吧。魔镜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给锤锤升级的高品质的宝石。符合要求的克什米尔蓝宝石原石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冰川之下，该原石重约520克拉，品质顶级，处于自然封存状态。520克拉，你这个克拉数倒是很吉利，但是你给我看看你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喜马拉雅山，我上冰川，你真厉害！上回火山，这回给我整冰川去了，你就不能给我整一个没有任何危险、鸟语花香的环境，让我伸手一拿就拿到吗？对不起，主人，今日的问答机会已经用完，本镇将不会给予任何答案。行吧，原谅你了。冰川就冰川，有消息总比没有消息强。不过这冰川怎么过去啊？削铁如泥的小刀倒是可以帮助我来切割冰川，不过冰川玩刀，那不是要冻死我？而且在冰川穿什么衣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衣服出来。主任，俺和锤子哥敲出来宝贝了。黄金打火机蜕变为烈焰火器，可融化百年坚冰，可以有火焰的屏障，而且还能够融化冰川。屏障内保持恒温26度。
铁蛋，你这回真给主人我立大功了。有了这个火机，再配合我削铁如泥的小刀，那取下宝石不是轻轻松松的？铁蛋，等着主人回来给你加餐。现在，锤锤的另外一颗宝石，势在必得。不愧是喜马拉雅山脉啊！好冷。暖和多了，现在赶紧找找原石在哪。原石居然就在脚下，看来是幸运戒指帮助我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骤然回首，原石居然就在那边路上。这次原石居然就这么轻轻松松到手了。现在这次升级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再找到剩下的5颗，我就能够长生不老，过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富贵逍遥的生活了。第5颗宝石，多亏了我的小铁蛋啊！拿到了，还剩下5颗宝石，咱们就可以神功大成了。主人，俺有好消息，俺跟锤子哥又敲出来俩宝贝，能快来瞧瞧？这是好宝贝？这个熊还有这个本儿，主人敲出来的确实是2个宝贝，或许可以帮到你。那我看看啊。然后获得测谎功能，能测谎？铁蛋儿，今儿你偷没偷吃豆干和酱肉骨头啊？俺木有。俺在说瞎话，被打了！哎呀，俺偷吃了，中了吧？偷吃了1包冻干跟2个大骨头。主人，这是俺给恁敲出来的宝贝，恁再用它来试俺了。哎呀，这敲出来的宝贝不得试试吗？那别生气了啊！哎呀，不过这确实是个宝贝啊，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不过这熊也不能帮咱们找到第5颗原石的下落。要是有一个再强的宝贝能帮咱们寻找原石就好了。主人，你可以看看日记本，或许对你有帮助。日记本获得预言之力，能够预知未来？我的天哪，这不是比那破镜子还强吗？预知未来，厉害！咸菜坛子开裂，流浪猫生崽，金价上涨，还天气预报，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我要的是宝石的下落，我不要听数据简报。这是要更新？是第6颗原石的消息，世界上最大的顶级黑欧泊原石将出现在澳洲拍卖会上，在1分钟之后被龙国富婆江洛拍下。大哥，1分钟，村人一忙过去还来不及啊！而且预言说明早10点江洛将会回到龙国，那我们就只能从江洛身上想办法把宝石给买回来了。但是顶级富婆，我咋可能认识顶级富婆嘛？喂，沈小姐，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准确来说是帮我闺蜜江洛。江洛，龙国富婆江洛。沈小姐，你认识她？刚刚听说。我的天哪！说曹操，这样丑怎么和江洛搭上关系？江洛的关系自己就送上门来了。不知道苏小姐和江小姐要我帮什么忙？最近有一个渣男一直在纠缠洛洛，明显就是骗钱骗色来的。但是洛洛已经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完全不听劝。沈小姐，你这有没有那种能让2个人感情破裂，或者能帮他认清渣男的一种戒指？我愿意出高价买。戒指的话，我这儿就剩下1颗倒霉戒指。不过倒霉戒指应该没有办法用来拆散情侣。但是苏小姐你放心，让他们分手，我自有另外的妙计。真的？洛洛明天就回国了，我想办法把他和那个渣男约出来，咱们明天就在半堂咖啡馆见吧。
哎呀，行，那咱们就明天见。沈小姐，你昨天说能帮洛洛认清渣男的办法是什么呀？那测谎玩偶，这就是一个玩具熊吧？能测谎？我家没钱。别打了，别打了！我说谎了，我说谎了！我家有钱，是龙国首富，太厉害了吧？这是什么原理啊？这个呢是无人机加机械臂加测谎仪的组合体，厉害吧？好有意思啊！我能买吗？不能，这是非卖品。沈小姐，我闺蜜江洛和那个渣男史蒂文来了。瑶瑶，你如果约我是为了说史蒂文的坏话，想要拆散我们，那我们没得谈。我明明是在说实话，他就是一个脚踏多条船的海王，和你在一起只是为了你的钱而已。我给你发照片你都不信，真是气死我了。照片也是可以 P 的，苏小姐，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但你也不能这么污蔑我吧？好了，吵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江洛，你不信我没关系，这是我请来的大师，我一定要让这个臭男人原形毕露。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说什么。史蒂文，我问你，你是真的喜欢江洛吗？并且只喜欢江洛吗？当然，我此生挚爱就是洛洛。我说谎了，我最爱的是江洛的钱。等我骗够了钱就闪人。我在国外有3个女朋友，国内有2个暧昧对象，江洛是最有钱的一条鱼。洛洛，你看到了吗？他都是在骗你的。不过就是一个玩具熊，它能说明什么？我都说了他是测谎熊。这样吧，你也试试，你跟他说句话。洛洛，你之前说要合理减肥，你在国外这些天有做到吗？不过就是减肥嘛，我当然能做到了。我说谎了，我在国外天天吃甜品，根本就没有减肥。原来这个熊真的可以测谎。洛洛，我都说了，沈小姐是我请来的大师，专门来拆穿渣男真面目的。沈小姐，要不是你，我恐怕会被骗得团团转，大恩不言谢。这样，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告诉我，只要我能做到，绝不推辞。江小姐的生前我心领了，如果真要说什么的话，我确实对宝石，尤其是稀有顶级的宝石原石有特别的兴趣。真的，我昨天刚在国外拍下一颗黑欧博原石，你一定要收下，就当我送给你的谢礼。竟然这么顺利吗？沈小姐，这块黑欧博原石请你务必收下，这是我的谢礼。那我也不说虚的了，我就喜欢这种，那我就收了。第6颗宝石原石到手了，还差4颗，揣揣就可以升级成终极模式之混沌造化之锤了。史蒂文，他居然敢骗我，我一定不会轻饶了他的。对，绝对不能轻饶。对，不能轻饶。对了，江小姐，你不是还有一个能让人倒霉的戒指吗？不如卖给洛洛啊，让洛洛好好收拾收拾那个渣男。你真的有让人倒霉的戒指啊？这个我确实有，那它叫厄运乌鸦的低语，戴上它之后呀，这个人呢就会小麻烦不断，特别倒霉，但是又不致死。不断遭遇小麻烦，太好了！我要让史蒂文那个混蛋好好尝尝什么叫霉运当头。对，让他喝水塞牙，走路踩狗屎，出门就丢钱，看他还敢不敢骗人。沈小姐，这枚戒指我要了。这个卡里有2个亿，够买这枚戒指吗？够，不仅够，而且还多出来不少。多出来的就当咱们交个朋友。对，我们以后都是朋友了。耶，主任，铁蛋儿，快给我亲一口。耶，主任，恁咋能开心了？是买着那五彩斑斓黑了那宝贝石头了？没有花钱哦，别人直接把黑欧破原石给我了，我还把霉运戒指卖了，卖了整整2个亿呢。哟嗨，真的2个亿，主任你真厉害！那咱现在就有6颗宝贝石头了。按数学书上说了，那咱就是完成3/5的任务量了。再完成2/5，咱就能给锤子哥穿新衣裳了。没错，再找到最后4颗原石，
我们就能长生不老，青春永驻。中，真中，俺要长生不老，一直陪着主任。对了，主任，童哥又试出新宝贝了。垃圾桶又回收宝贝了。我的天哪，居然是黄金做的大喇叭！主任，能让锤子哥敲它，它会不会变成超级大喇叭了？一喊话，全世界都能听见那种。全世界都能听到声音的大喇叭，听着不错哦，敲了看看。嘿嘿。造化物品黄金喇叭，获得造化之力，获得言出法随的能力。我去，言出法随，每7天有2次使用机会。我的天，这能力可比魔镜和预言日记本强太多了。言出法随是啥意思呀，主任？就是我说什么，什么就会变成现实。比如，摇钱树会在1秒后长出锤锤升级，需要的高品质灵异10原石，重500克拉。哎呀，主任，宝贝树上真的长出来第7颗宝贝石头了。真长出来了，第7颗原石到手的易如反掌啊！这样一来，咱们就差最后3颗原石了。主任，能快再试试，让宝贝树再长出来第8、第9、第10颗，咱都能给锤子哥升级了。这大喇叭的2次使用机会中间有时间间隔，12个小时呢。使用过1次之后，它就得再等12个小时之后，那才能再用呢。明儿个用也中，明儿个一大早起来就能有宝贝石头从宝贝树上长出来了。没错，这大喇叭真是个好宝贝。我今天要抱着它睡觉，到时候一觉醒来就能第一时间让摇钱树长出第8颗祖母绿原石。俺也要一块睡。铁蛋儿，铁蛋儿，你跑哪里去了？不对，铁蛋儿静悄悄，必定在作妖。言出法随大喇叭怎么就生效了？我只是随口一说，我现在还没打算用言出法随的能力啊！我撤回。不对，我刚刚说的什么？铁蛋儿静悄悄，必定在作妖。铁蛋他不会真搞出什么幺蛾子吧？铁蛋儿！主任，俺不是存心作妖的。什么不是你存心作妖的？你快跟我说，你干嘛了？俺说梦话，把今儿个镜子哥的使用机会给用了。你用了魔镜？那你问啥了？是不是帮我问了祖母绿原石的下落？木有，俺梦到吃大骨头，就问镜子哥哪儿能找到世界上最好吃的酱骨头。醒来后，镜子哥就跟俺说，城西老张头卤肉店的大骨头最好吃了。所以你一只狗，浪费了最后一次的言出法随和今天的魔镜问答机会。铁蛋，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主任饶命啊！俺不是存心的，那你就饶了俺吧。哎，主任，停！恁快看，那个庙会上买了花帘发光了。千面神像，佩戴面具可以随意变换容貌、身形和声音，1天仅限使用1次。这是变脸面具。主任，书上说了祸兮福所依，能看锤子哥这不是给你敲出来个长期用的花脸面具吗？恁别生气了，容易变老。可我要这面具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原石，能给锤锤升级的原石。只有给锤锤升级了，你主任我才能带着你长生不老，逍遥自在啊！主任，咱不是还有那个啥都说了日记本吗？主任，俺今儿个看罢了，这本上有你想要的第8个宝贝石头，那个祖母绿的宝贝石头。第8颗祖母绿原石，这上面有线索？真是祖母绿原石的线索，还是一个1万多克拉的原石。祖母绿原石收藏在苏家，3日后遗失下落不明。苏家，那不就是苏瑶家吗？看来我得在这3天内把原石搞到手，不然以后就都找不到了。啊，苏瑶，她怎么先给我打电话了？芝然，我爸最近生了重病，卧床不起，找了很多医生都没有用。我堂哥一家听到消息后都跑来闹事，想要抢夺家产。我未婚夫不方便插手我家的事，我一个人实在应付不过来，你能不能帮帮我？这倒是个去苏家的机会，说不定还能搞到原石。如果我变成苏老爷子的模样，应该就能帮到苏家。苏瑶，你别急，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主任，你要去哪儿啊？是要去找祖母绿的石头吗？我待会儿去苏家一趟，你在家里边好好待着啊。铁蛋儿，你吃的什么呀？是不是又偷吃什么东西了？俺没有，俺是在吃造化丹家里面的神奇小丸子，它不是1天能变出来1个丸子吗？你说的是
那个每天随机出现一颗神奇丹药的造化丹匣？对，俺吃了这个叫强身健体丸，好吃，跟糖豆一样。但家里面这个新出来的新丸子叫包治百病丸，俺没病，俺不吃。包治百病的神奇丹药，如果我能帮苏家阻止骚乱，并且治好苏老爷子，那我要一颗原石作为感谢，也很合理吧？志然，你来了啊！你家里情况现在怎么样了？我堂哥他们一家正在客厅里闹，说要召开家族会议，逼我交出公司管理权。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苏瑶，你赶紧给我滚出来！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苏瑶，你先过去，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们。面具，我要变成苏老爷子。好了，该我上场了。苏瑶，大伯都这样了，家产的事今天必须做个了断。难不成你还想把苏家交给你未婚夫那个外姓人吗？瑶瑶，女孩子打理这么大的公司太辛苦了，不如交给苏明，他可是咱们苏家唯一的男丁。公司是我爸一辈子的心血，我不会给你们的。我什么时候说我的公司要交给别人了？爸爸，二叔，你不是重病在床吗？怎么，我没死，你失望了吗？我还没死呢，你们就着急分我的家产了？苏明，你父亲走的早，我供你读书，给你工作，帮你成家，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幸好来之前查了一下苏家的情况，不然还真不一定镇得住他们。二叔，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担心公司和您的身体。担心公司和我？我看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好霸占苏家的产业。我告诉你们，苏家的产业我说了算，谁再敢胡闹，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还不滚！我走。爸，你怎么来了？你的病好了吗？瑶瑶，是我。芝然，怎么是你啊？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皮面具。我之前学过一些伪装术。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我爸的病好了呢。不过还是谢谢你，帮我解决了麻烦。那你可能谢早了。我远房表姑的儿子的媳妇的娘家舅舅，之前是有名的老中医，我也跟着学过2手，或许有办法治好你父亲。真的吗？太好了，那我让佣人把我爸带下来，你帮我看看。芝然，我爸他怎么样了？你爸病得确实严重，还好我这里边有一瓶包治百病的药丸，吃了它之后可以生机活血，容光焕发，百病全消，起死回生，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豪门遭遇下毒，请认准沈氏药丸。我相信你。爸，你终于醒了！你病了好多天，我都快担心死了。是他，我新结交的好朋友沈芝然救了你，而且他还帮我们赶走了那些觊觎我们家产的亲戚。原来是这样。沈小姐，大恩不言谢，您救了我的命，又挽救了我们苏家的财产。你想要什么东西，尽管开口。爸爸，沈小姐喜欢收集稀有的顶级宝石原石。宝石原石？巧了，我们苏家刚好有一颗世界上最大的、最顶级的一颗祖母绿原石，我这就亲自去取。沈小姐，请看，这颗祖母绿原石是现存最大的顶级祖母绿原石，今日它属于你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另外，这是苏氏50%的股权转让协议，也是我苏家的1半家产，请沈小姐一并收下。这个就不用了，这个实在是太贵重了。原石我已经收下了，股份就不必了。沈小姐，你救了我，这些谢礼不算什么，而且命比家产贵重，家产什么的都可以赚。更何况经过这次的事情，我看清了很多人，把1半家产交给你这样善良可靠的人，我更放心。芝然，你就收下吧。既然这样，那我就不推辞了。多谢苏老爷子。
我勒个乖乖，有钱人真大方啊！给了宝贝石头还不够，还给咱他家里了钱。主人，恁看恁都找着第8颗宝贝石头了，就白生俺的气了，中不中？看在今天成功得到原石，还得到一大笔收入的份上，我就不生你的气了。主人，怎么了？主人，我们已经集齐8颗宝石原石了，现在还差最后2颗，我就可以升级为混沌造化之锤了。是啊，只要再找到最后2颗原石，不仅你能升级，主人我也可以永远年轻漂亮的长生不老了，还可以想要什么有什么。这样的生活真让人期待啊！心之向往。啊，铁蛋，你啥时候给手电筒调过来了？主人，俺想追那个会发光的圈玩，离到酒店镜子哥刷新还有时间，能让锤子哥帮俺敲这个发光筒呗？说不一定他能变成会自己开关、会动会飞的发光筒嘞。行，主人，我跟你试试。咋样？是不是要变成俺想要的发光筒了？造化物品手电筒获得造化能力。哇，手电筒变成了修复物品的神器，是个宝贝呢，就是不能自己发光啊。啥呀？修复？俺不是想要这个呀。哎呀，俺后悔了，早知道俺就不让锤子哥敲了。铁蛋，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吗？名副其实的赌狗。哼。9点了，可以去问镜子宝石原石的消息了。单全石原石，那不是我需要的第9个宝石原石吗？博物馆收集着各种体型的顶级单全石原石，那岂不是有我需要的500克拉的原石？馆主承诺，成功修复古代权杖者，可在馆内任意挑选件原石藏品作为报酬。铁蛋，铁蛋，我刚敲出来一个可以修复万物的手电筒，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铁蛋，你在家等我，我出趟国。这位女士您好，请问您是来参观还是？我是看到新闻后前来应征的，我过来呢就是过来帮你修复你那个什么镇馆之宝。我叫沈之然，是来自龙国的文物修复大师。哦，原来是沈大师啊，欢迎。这就是那个需要修复的镇馆之宝，您真的能修复好吗？这里没有监控，倒是方便我待会儿用手电筒。当然可以，不过我这人呢，修复古物时有些特殊习惯，需要在完全安静、无人打扰的环境中进行。这通常情况下，修复过程需要有监控和见证。那就算了吧，你既然不相信我，那就请别人吧。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就你这个权杖，我只需要5分钟我就能修好。5分钟之后呢，你可以进来看。如果我没有修复好的话，我立刻就走人。唉，好吧，我相信你。5分钟以后我回来。哎呀，彤啊，这第9颗原石能不能到手，可就看你了。加油！不愧是你啊，彤，这还没到5分钟呢，你就给修复好了，省点电，绝对结实。馆主，这怎么样？是不是5分钟呀？完美，太完美了，完全看不出来之前裂开过，连历史的包浆和细微磨损都保留的完好无缺。沈大师，您真是神乎其技呀！沈大师，按照约定，您可以在馆内任意挑选一件原石藏品作为报酬。不知道你们这个馆里边有没有500克拉以上的品质顶级的单全石原石？这个500克拉的顶级单全石，你等一下。就是这个。沈大师，这颗深海之铜重521克拉，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一颗单全石原石，您看可以吗？可以啊。
好的，它就是您的了。哎呦，主任，那真厉害！第9颗宝贝石头这么快就弄到手了，那咱是不是就差最后一颗宝贝石头，就能给锤子哥穿新衣裳了？没错，还差最后一颗金刚石原石，锤锤就可以升级为混沌造化之锤了，我们也可以获得无穷无尽的寿命了。中，这真中！魔镜今天的问答次数还没有用，魔镜，请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符合锤锤升级要求的高品质的金刚石原石？符合要求的金刚石原石位于中州天宝阁的顶级保险库中，该原石重约888克拉，是目前已知最大的高品质无色金刚原石。它将在2天后的天宝阁春季拍卖会上进行拍卖。中州天宝阁拍卖会，希望今天可以顺利拍下金刚石原石。哎，芝然，好巧啊，你也参加拍卖会啊？啊，素瑶江洛，好巧！你们也是来拍那颗金刚石原石的吗？我们呀，本来是想随便转转，不过既然你在，那我和瑶瑶可就要全力以赴把宝石原石拍下了，也好成人之美呀。不用，我自己拍就行了。哎呀，芝然，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你帮了我们苏家那么大的忙，这颗原石就当是我和洛洛一起送你的礼物。瑶瑶说的对，你卖的那个霉运戒指，可是帮我狠狠报复了史蒂文那个渣男。你帮我出了气，我送你礼物也是应该的。你们真是……哟，这不是苏家大小姐和江家大小姐吗？来拍宝石啊！啊，巧了，我也要拍，你们别想和我抢。真是晦气！哎呀，不理他，咱们拍咱们的。欢迎各位贵宾参加天宝阁春季拍卖会。天宝阁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拍品是举世罕见的北极星金刚石原石，品质顶级，重888克拉，起拍价5亿元，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万。现在开始竞拍，6个亿。看来芝然是铁了心要拿下这块原石了。7个亿，8个亿，9个亿，10个亿，还有人往上加吗？15亿，16亿，23个亿。20，苏明，今天是故意跟我作对？哼，还就23个亿，他家有23个亿吗？就在这和我争。30亿，苏明这是在恶意竞价，这样下去不行。垃圾桶竟然回收了一个黄金做的骰子，用锤锤敲了，看看能变成什么吧。造化物品，黄金头子，获得造化能力，蜕变为命运之头，凭意念随意控制点数。可以随意控制点数，使用者还特指我。锤锤，那我岂不是要变成赌神啊？主持人，各位来宾，目前的竞价完全是恶意竞价，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决定这颗宝石的归属权。怎么玩不起了？用这个骰子比大小，3局2胜，点数大者胜，输家必须以目前的最高价30亿的价格买下这颗原石，当场赠与赢家，怎么样？好啊，比就比，我会让你们把宝石给我双手奉上。怎么样？你先来还是我先来啊？当然我先来了。哎，5点，1点。哎呦呦呦呦呦呦呦！6点。记住了啊，看好了。哇，6点，好厉害呀！哇，又是6点啊！快给我吹口气儿！又是6点啊！天哪，哎，神了！胜负已经很明显了吧？按照约定，请履行赌约，花30亿把原石买下来，送给我吧。哦，还是说你没有30亿啊？谁说我没有？买就买。哎，听见了吧？男士买单，走了。主任，是颗宝贝石头，齐了，锤子哥终于要穿新衣裳了。锤锤，10颗造化原石已经全部齐聚了，你可以开始升级最高形态了。好的，主人，十方造化，尽归无身，终极蜕变，齐！乖了，这架势，俺了娘了！
主人，我成功升级到了最高形态——混沌造化之锤。我现在可以满足您的任何需求，每天敲击的次数将无限制。现在的我可以给予万物最强大的造化之力。好，锤子哥的新衣裳真好看，主人，那赶紧敲恁自个儿吧。造化物品沈之然，终极造化，获得造化能力，蜕变为造化真仙，获得不灭金身，永恒生命，我感受到了上造化全屏，铁道飞升仙界。我不仅长生不老了，还金身不灭，有了造化的权柄，飞升成仙了。主人，恁现在看这个画里的仙女一样，不，比仙女还好看。铁蛋儿，准备好了吗？俺准备好了。造化物品铁蛋终极造化，获得造化能力，获得仙兽之躯，免劫成仙，与造化真仙缔结永恒契约，共享长生，拥有强大战力与超凡灵智。俺也成仙了，俺也是神仙狗了。俺感觉俺能一拳打飞一座山。铁蛋儿，我们现在拥有了永生，属于我们的富贵逍遥日子终于要来了。中。